看到萌兰朝季奶爸飞奔而去，才明白父子俩分离后萌儿有多思念对方。自从季奶爸不再是萌兰的饲养员后，萌儿便很少能看到他。这天，萌兰嗅闻到奶爸的味道后，原本在营业的她毫不犹豫奔向窗口，隔着铁丝网也要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但萌兰看到季奶爸忙碌的身影后，又化身乖宝宝坐在石头上默默等着。要知道，萌兰和自己的亲奶爸距离上次隔墙遥遥相望后已经有1周，难怪萌儿这次的反应会这么大。前段时间北洞对季奶爸的工作安排进行调整，萌兰不再有主管饲养员，而是被众人轮流照顾。这也只是北洞的无奈之举，只因不良粉丝打电话要求季奶爸离开。熊猫饲养员被游客乱投诉的事件屡见不鲜，可这群黑粉们却从未想过，他们化身键盘侠抨击奶爸后受苦的还是萌兰。毕竟季奶爸才是宝贝最信赖的饲养员。别看季奶爸的热度比不上其他奶爸，但他对熊猫的细心却有目共睹。当萌兰在外场上班营业的时候，季奶爸还拿着切成块的小竹笋投喂宝贝。本以为对方吃完后会一屁股走熊，结果接收到奶爸阿姨的好待儿竟然一动不动。他只想待在门口和自己的奶爸唠嗑。季奶爸深知萌兰性格开朗，喜欢亲近两脚兽，即便自己工作再忙，也要经常去外场看望孩子。这小子每看到奶爸都会主动撒娇，老季看到后也会忍不住隔着玻璃摸宝贝的下巴。萌儿前些天沉迷于挖地道，这小子挖出塑料纸后抱着仔细研究时，也是季奶爸守护在宝贝身边，生怕这小子一不小心误食酿成惨祸。当他看到萌兰在寒冬腊月天也要上班，还会贴心的将毛巾铺在秋千上，只可惜萌儿不解风情，本是保暖用的毛巾竟粘在屁股上成了屁脸。本以为老季就此放弃，结果奶爸又尝试将毛巾挂在木桩上，充当好待儿干饭时的小靠背。萌兰的后勤工作全是季奶爸一个人操心，宝贝干饭后散落一地的竹笋，扔地满院子乱七八糟的玩具，都是他在萌儿下班回家后默默收拾。而萌兰的懂事乖巧也只存在于季奶爸。只见大萌儿毫无形象的躺地上大快朵颐，可他下一秒被奶爸看到后，赶忙坐起来干饭，一秒化身优雅男明星。只希望熊猫圈能少点键盘侠和饭圈粉，还给萌儿和季奶爸当初安静美好的时光。福宝刚到家就开启自嗨模式翻跟头，富二代女儿和他的奋斗老爹有多相像？只见福猪猪在内设展示自己的招牌动作，看起来活泼开心，丝毫不怯场。本来姨姨们还担心宝贝不习惯国内的生活，没想到小家伙的适应能力和他老爹有的一拼。要知道乐宝是出了名的心大，当年这小子从山东回四川老家的时候，乘坐的全震动敞篷皮卡，这一路程颠簸，小风呼呼往脸上吹，他依旧止不住嘴努力干饭，硬生生干出了吃完这顿没有下顿的架势。直到乐宝驱走白富美爱宝后，财富贫女贵为自己的孩子们攒下一份家业。难怪福宝回家乘坐的是无震动货车，就连车厢周围都贴满公主的美照。原以为小家伙会美享受富二代生活，哪曾想基因觉醒的福宝才刚落地就拿起竹子哐哐直炫，小眼神还乱瞟着四周，内心 OS 这群两脚兽可别耽误我干饭。当福宝看到来一大群接机的姨姨们，非但没出现任何的应激，还咧着嘴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新世界。没想到宝贝回家后的第一次露脸就如此顺利。然而小家伙回到自己的隔离内设后，一进门就迈着自信的步伐直奔走向美食区，还一口叼住小苹果大快朵颐。看来福宝已经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到韩后揣手拘谨的乐宝都比不上闺女的适应力。相比之下，其他小熊刚回国都社恐到畏畏缩缩，只能说虽顶着公主名号，但福宝可不是一般的好养活。不过父女俩的基因遗传远不止于此，要知道乐宝每次干饭都要豪横的搭手放狗，即便他们从未见过面，福宝也能有样学样，和老爹的坐姿一毛一样。就连乐宝小时候最拿手的空中跃跃，福猪猪也能完美复刻。小家伙一言不合就爬上栏杆吓唬爷爷。或许是因为这股子神秘力量不断驱使，老爹也在一大早化身蝙蝠侠展示自己的平衡。父女俩还都很喜欢吃院子里的自助餐，每次偷竹子都是同款生拉硬拽，背影也是一模一样。别看乐宝和福宝拥有浓眉大眼的高颜值，可他们私下里却一个比一个懒，一回到内设就躺着吃竹子。然而爱宝绝对是最大受害者。乐宝当年去他院子里熟悉气味时，竟然用拉完青团的屁股在木架上四处标记。福宝也喜欢在妈妈脑瓜上蹭屁股，只能说福宝和乐宝的相似之处，任谁看了都得感叹一句基因的强大。小奇迹究竟有多大的魅力，竟被韩国园长一眼看中。近日福宝回到神树坪基地和仔仔做邻居，而小奇迹的高颜值和社牛性格也吸引到前来参观的韩国园长和江爷爷。只可惜小奇迹和福宝有血缘关系，不然估计这两位海龟大熊猫会喜结良缘。要说小家伙为什么会这么受人喜欢，还是因为他回国后被精心照顾，在爱包围下的仔仔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当小奇迹准备出门营业的时候，王奶爸还特意提前来到内设给宝贝加餐，还将苹果一口一块喂到嘴边。尽管外面的游客急不可待，他也坚持让仔仔安心吃饭不被打扰。直到小家伙上班和粉丝开见面会时，奶爸还在小窗口依依不舍地注视着孩子。
小奇迹像是心有灵犀般，察觉到后也趴在门口找对方。宝贝依赖对王奶爸的依赖早已是有目共睹，然而仔仔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也被奶爸认真对待。他担心师傅给宝贝消毒不够仔细，会亲自背着好几斤重的工具在外场工作。王奶爸还很照顾小家伙的情绪，将熊猫当成人类幼崽来对待，经常语重心长地和对方唠嗑讲道理。看到小奇迹的乖巧模样后，他还忍不住温柔地揉一下好大儿的脑壳。而狼奶妈也是很细心的饲养员。前几天小奇迹的院子正在施工改造，在内舍的仔仔难免被噪音所打扰。奶妈专门将竹子放到另一个房间，引导孩子离开。她还亲自在外场监工，生怕小家伙日后的玩具出现纰漏。当小奇迹在外场玩耍时，即便狼奶妈在内舍打扫卫生，也要探着头偷偷注视着对方。看来她对仔仔的喜爱早就溢于言表。这天，宝贝不小心将桶飞弄倒，巨大的声响吓得他趴门口找饲养员。奶妈得知后，第一时间拿来笋笋，蹲在小窗口边安抚小奇迹边耐心投喂。难怪小奇迹的性格会转变得这么快，回国不到半年就放飞自我。当他看到绿树成荫的新草坪后，开心到飞起，直接表演倒立表达喜悦，就连走路的时候小屁股都一扭一扭的。即便游客人山人海，宝贝也毫不怯场。小家伙还趴在木架上微笑吐舌头。这卖萌的小表情直接引得游客们一阵惊呼。然而毛孩子还研究出花式翻滚技能，原本还躺在小水池泡澡的他，一言不合就顶着大脑壳翻滚到草地上。只能说宝贝知道被爱的滋味才会彻底撒欢，难怪小奇迹能成为熊猫圈的万人迷。谁能想到这一次挥手竟是永别？这是谭爷爷最后一次呼唤宝星。宝星！宝星于2021年6月24日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诞生。它从小就是小二班最听话的小熊，奶爸只要一声呼喊，宝星绝对是第一个回家的。即使一不小心跌进泳池里，也阻挡不了宝星奔向奶爸的身影。除此之外，它还非常聪明，吊绳上的胡萝卜够了够不到，宝星会机智地爬上树把胡萝卜拽下来。宝星还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小熊，会照顾其他的小熊，尤其是妹妹金宵。一次金宵非要爬树，宝星看到后觉得太危险，立刻阻止妹妹，但金宵就是要爬。趁哥哥不注意，一下子就窜上去了。宝星不放心，只好也跟上去。他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高的树，因此非常害怕。但为了保护妹妹，他还是爬了上去。眼看金宵已经爬到了大树之巅，宝星紧随其后，坚持让妹妹下来。妹妹看他太莫熊，无奈就下来了。然而宝星却惨了，上树容易下树难。他被这样的高度吓得不轻，在树上待了1个多小时，才鼓起勇气向下攀爬。下来后，宝星腿都软了，坐在树桩上。而这样暖心的小熊却抵抗不了病魔。不久后，宝星突发异样。一天，在其他小朋友都回家后，向来最好收的宝星却一动不动地趴在木架上，直到谭爷爷过来喊他也不肯跟着回去。谭爷爷只好拿来小苹果引诱他。然而宝星走1步退2步的情形，让谭爷爷顿感不妙。后来宝星每走1步，都好像在经历巨大的痛苦。就连迈上台阶都很吃力。那天之后，宝星就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起初大家都以为宝星只是简单的病魔，还在期待着再次见到这个小可爱。谁知半个多月过去了，宝星依旧不见踪影，大家才渐渐感觉到不对。于是3月21日，有记者向成都基地打去电话，询问宝星的近况。没想到一位工作人员回应称，宝星已经去世，但死因尚且不明。同日深夜，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发文，确认宝星去世，并公布了初步判定的死因。2023年3月初，宝星就出现了嗜睡、拒食等症状，初步诊断为急性重症胰腺炎。经历长达10几天的抢救无果后不幸离世，年仅不到2岁。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一些不理智的网友因为太过痛心，甚至网暴饲养员谭爷爷，说他没有照顾好国宝。要知道，宝星是谭爷爷从小喂到大的孩子，宝星离世最难过的一定是他。一些人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网暴饲养员？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好好管管那些乱投喂的游客。听说宝星就是因为误食了游客投喂的食物，才突发疾病去世。所以作为观赏者，可以不爱，也请不要伤害。希望温柔善良的宝星去了潘达星球也一定要快乐。这是第一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熊猫。熊猫妈妈刚生完宝宝，立刻就把孩子叼了起来，动作温柔又小心，接着放进自己的怀里，双手紧紧抱住，帮宝宝把身上的羊水舔舐干净。被妈妈抱着的宝宝也终于安静下来。看到这一幕，饲养员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熊猫宝宝，我们特别派专家团队前往比利时前去指导。接下来要检查下宝宝的身体状况。熊猫妈妈说什么也不给，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不过让人诧异的是，她居然允许饲养员近身，可见饲养员平时对熊猫妈妈是很好的。为了顺利取出宝宝，饲养员们只好准备了一些蜂蜜。奶爸抚摸着熊猫妈妈怀里的宝宝，并没有急着拿出来。奶妈这边把蜂蜜涂抹在手上给熊猫妈妈吃。熊猫妈妈终究抵挡不住蜂蜜的诱惑，开始吃了起来。然而她一边吃着蜂蜜，一边还看着自己的宝宝。奶爸为了让熊猫妈妈有个适应的过程，并没有强行带走宝宝。过了好一会儿，眼看时机成熟，才拿走了宝宝。接着到保育室给宝宝做检查。
先给宝宝喂了一些奶水，接着帮宝宝排便。在奶爸奶妈的精心照料下，宝宝健康的成长着。1个月后，宝宝身上的毛色已经黑白分明，在妈妈怀里睡得正香。熊猫妈妈将宝宝抱在怀里，温柔地舔舐着。这就是首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熊猫。3个月后，比利时天堂动物园为天宝举行了命名仪式。因为是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出生的，所以小家伙取名为天宝，寓意上天赐予的宝贝。6个月时，天宝已经非常调皮，会跃了。还因为被奶妈喂得太胖，被称为巨婴。2019年4月，天宝的妈妈又进行了2次人工受精，生下双胞胎宝弟宝妹2只大熊猫。为了更好的照顾熊猫宝宝，比利时动物园还把我们中国的奶妈一起租了过去。像这种在海外出生的大熊猫，还能看见中国饲养员的情况实属少见，可见比利时对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多么用心。比利时天堂动物园被誉为比利时最美的动植物园，大熊猫居住的熊猫馆占地4.5万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中国园林，整个场馆建设花费高达800万欧元。可以说，在比利时的熊猫绝对是皇帝级别的待遇了。而根据合同规定，在国外出生的大熊猫必须在4岁之前返回中国，因此今年天宝就要回国了。让我们一起关注国外旅居大熊猫的生活吧。好消息，丫丫将从上海搬往北京动物园了。近日有消息称，丫丫即将结束为期1个月的隔离检疫，回到她的出生地北京动物园。据说运送丫丫回家的笼子已经准备就绪。上海动物园的奶妈近日也向网友透露，丫丫回国1个月体重就飙升24斤，皮肤病也有了很大的好转，胖了很多，24斤多，皮肤病已经差不多了，说80%以上了。不仅如此，因为长期饥饿导致的肠胃疾病也已好转，所以预计5月28至29日就可以回到北京动物园。但考虑到丫丫肠胃疾病还未彻底痊愈，长途跋涉可能会让丫丫的身体再次遭受伤害，所以具体归期或许会适当延长。丫丫回国当天就收到了新鲜的竹子，还喝上了盆盆奶。从官方公布的一段视频看，丫丫回国后并未产生任何不适的反应。新房子里的竹子堆成小山，室内还加装了空调。据奶妈透露，丫丫吃的水果和竹笋都是最新鲜的。从丫丫回国后的状态也可看出，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美国孟菲斯说，丫丫是因为年龄大了才会褪毛，严重食欲不振导致瘦骨嶙峋。可丫丫才回国1个月，我们就养得白白胖胖的，而且国内的老年大熊猫也没一个像丫丫这么瘦的，更没有的皮肤病不给治疗的。如今丫丫80%以上的皮肤病都好了。可见孟菲斯那边根本就没有用心在照顾丫丫。要知道，小时候的丫丫不仅又白又胖，还颜值超高，就是因为长得美才被孟菲斯的人选中前往美国。再对比现在的样子，简直天差地别，更别说没能等到归国日期就客死他乡的乐乐。不知道生前遭受过怎样的虐待。本以为丫丫和乐乐过去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想到他们在国外20年一直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直到国内的专家和奶爸过去，丫丫的生活饮食才有所改善。不仅吃上了新鲜的竹子，日常还有苹果窝头不断。北栋的王鹏馆长是丫丫小时候的奶爸，这一次也是他亲自请缨赴美接回丫丫。想必丫丫回到北栋后会得到最好的照顾，更何况还有萌兰那个小熊精陪伴着丫丫。到时候丫丫不仅能治好身体上的伤，心灵上的创伤也能得到治愈。现在萌兰每天在隔壁为丫丫监工，迫不及待的心情就像千千万万的国人一样，希望丫丫能在北栋快乐的度过熊生。小奇迹被不良游客吵醒，疑似出现应激反应。奶爸冒雨安慰，让人感动不已。小姐姐，你苹果不吃吗？这天仔仔正在外场美美营业，不文明观猫小朋友却一个劲对着他拍手。从没见过这阵仗的小奇迹惊慌失措，连竹笋和果果都不吃了，立马躲到一边。王奶爸则站在雨中呼唤宝贝近半小时，可小奇迹脾气一上来绝不妥协。本以为奶爸会无功而返，结果他直接拿着一大堆美食去内设哄小家伙。看来王奶爸真的很尊重毛孩子的想法。然而这还不是不文明游客第一次打扰仔仔。当宝贝四脚朝天惬意睡午觉时，却硬生生被游客的嘈杂声吵醒。小奇迹到了，头抬起来了。工作人员虽然及时制止这一不文明行为，但宝贝还是被吓得不敢入睡。直到第二天一大早，饲养员们还在担心仔仔。奶爸奶妈轮番上阵，耐心引导，俩人甚至还示意着小家伙去木架吃竹子。即便仔仔乖乖去外场吃播，但他干饭的同时却警惕地竖起耳朵。都知道小奇迹从小就胆小敏感，可不良游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影响孩子。还好有饲养员们的陪伴沟通，就连前段时间小家伙差点被新邻居吓到刻板，也是因为王奶爸在身边才会克服恐惧。如今的仔仔已经学会主动交朋友，他吃个竹笋也经常和隔壁的小伙伴对望。然而王奶爸对宝贝的好还不止于此，他深知宝贝小时候留下的阴影，一看到饲养员就躲到小角落不敢上前。为了培养和小奇迹的感情，每当对方干饭时，奶爸就守护在孩子身后，像极了盯着人类幼崽吃饭的老父亲。虽然自己还有一大堆熊猫需要照顾，但奶爸将空闲时间全留给小奇迹。只要看到小家伙找不到竹笋，他就在不远处一个劲絮絮叨叨引导对方。而王奶爸每次在外场摆完美食后，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去小窗口拿出一根竹笋给嗷嗷待哺的小家伙解馋。
王奶爸还总喜欢穿梭在人群，即便天天见也要掏出手机给小奇迹拍美照。看着好大人山人海的粉丝，他也忍不住露出骄傲的笑容。每次和游客互动时，奶爸也都是笑嘻嘻的，有一种老父亲炫耀自家宝贝疙瘩的既视感。只能说王奶爸对小奇迹的爱意绝对是有目共睹。国内饲养员最不缺乏的便是耐心。直到看见福宝新奶爸的超强履历，才明白基地有多在意这位旅韩回来的小公主。曾文奶爸曾连续6年获得优秀员工称号，因出色表现还登上过各种报道和杂志。他熟悉熊猫各个年龄段的喂养，不论是刚接生的熊猫宝宝，还是怀孕的母熊，奶爸都会用心对待。曾奶爸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熊猫繁育员，他对于每一项工作都是身经百战，参加过上千次的大熊猫繁育，即便没有其他饲养员的帮助，奶爸也能独自完成取仔。若不是他对熊猫妈妈日复一日的细心照顾，又怎么可能被对方毫无保留的信任？并且曾奶爸不仅是专业性毋庸置疑，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他对熊猫也很是上心。福宝回国后，奶爸第一次接受采访时，就向粉丝耐心解释关于宝贝入住地的网传消息。他表示小福如今在神树坪居住只是暂时的，等检疫期满才会确定新的入住地。喂养方式也尊重福宝在韩期间的模式，直到对方完全适应新家后，才会根据基地去采用更科学的食物配比。而如今福宝地处竹子丰富的四川，相信宝贝日后的饮食会比以往还要丰盛。曾文奶爸还照顾过另一位海龟小熊，经常和王奶爸一起观察小奇迹的生活状态，看到小家伙如今白白胖胖的样子，就是他精心照顾每一只大熊猫的最好证明。想必福猪猪的熊生会像舅老爷那般惬意。要知道福宝到新家的第1天就有些社恐，小家伙还害羞地藏在竹子堆后，饲养员只好穿着隔离服耐心安慰他。虽然基地透露的一人一熊相处画面不多，但曾文奶爸还被不少粉丝拍到，他总是会在门口耐心处理青团，没歇1秒就拉着小车给宝贝送去新鲜竹子。奶爸对福宝的好可是粉丝们有目共睹的，况且曾奶爸还是将爷爷亲自盖章的。福宝还在韩国隔离期间，爷爷就经常和这位奶爸联络，甚至还节目中骄傲表示自己有熊猫专家的威信。对于宝贝的生活习性和爱好，两位饲养员也经常在私下里讨论。可见即便福宝还没有交到奶爸手上，他就已经打起12分的精神照顾孩子。看到福宝回国后遇到最好的奶爸，姨姨们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相信他在奶爸和粉丝的爱护下一定会幸福快乐。谭爷爷又用爆炸盐给花花洗白白了。许久不近身接触的弹棉花终于再次合体。最近调皮的花宝鸡放飞自我，整天在院子里翻滚，比荷叶还要疯。没多久就成了黑黢黢的花脸猫，这挖煤技术估计圆润干妈看到都得甘拜下风。老谭看到宝贝孙女的埋太阳立马召回，等花花再出来整只熊白到发光，能看出谭爷爷又偷偷给花宝鸡抹脸了。此事若放在以前是再平常不过，可这次却令猫粉们激动万分。要知道自从基地下达命令后，弹棉花便很少接触，就连投喂小苹果也要离得远远的。花花平日里都是爷爷塞到嘴边，如今他要独自寻找食物，难免会不适应。可谭爷爷只能一步步引导孙女，看到对方吃不到果果后，都急得他面露愁容。虽然弹棉花不能像以前那般亲密接触，可爷爷对孙女的疼爱始终未变。他经常来到人群中，站在围观女明星的黄金视角给花花拍美照。然而老谭还混入花花的粉丝当中，一言不合就向对方宣传自己的大头孙女。花花脸是好看，找这个嘛，找花花这样嘛。只能说此时的谭爷爷像极了骄傲的大家长。爷爷给姐妹俩的果盘也非常丰富，不仅有精致的摆盘，他还特意用冰坨坨给南瓜降温。这份对孙女的细心，姨姨们有目共睹。而弹棉花的爷孙情也是双向奔赴。最近谭爷爷休假没来照顾他，只能将小家伙拜托给代班奶爸来照顾。结果看似乖巧的花花竟是2副面孔。奶爸喊他回家休息的时候，小祖宗听到后直接无视继续睡觉，即便对方喊破了喉咙，小家伙也不会心软。可当初谭爷爷走到正在睡觉的孙女身边后，花花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不仅立马起身找爷爷，眼里都有光了。要知道花花已经快4岁，野心极强，平日不然奶爸们弱的他，却往地上一躺，任由谭爷爷给自己检查身体。宝贝被对方摸肚子也不会生气的。花宝鸡慢吞吞的性格，整个熊猫圈都知道。但是当小家伙听到谭爷爷的呼喊，却会在第一时间下树回家。宝贝虽然踉踉跄跄，可脚下的动作一点没停下来过，就连滑滑梯他也能一鼓作气的滑下来。难怪都说弹棉花的感情是天下第一好。估计爷孙俩适应对方不在身边还得一段时间。他是熊猫界的段正淳，害得3太子萌兰至今单身。大猪蹄子美兰到底有多花心？美兰小时候因颜值超高，被当成过女孩子，基地还为她安排过和8只帅熊相亲。谁曾想闹了个大乌龙，美兰当场变性，一夜之间老婆变老铁，8只帅熊哭晕在厕所，大熊猫5一更是自此封心所爱，远遁红尘。可美兰这家伙却丝毫没有悔过之意，转身就娶了7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孩子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与大老婆戚福玉有1子4女，7小7喜福顺福来福多多，其中大熊猫福顺在2016届熊猫宝宝展中
凭借倒栽葱的姿势一摔成泥。大熊猫福多多从小就古灵精怪，擅长攀爬。这天奶妈到处都找不到福多多，谁知抬头一看，小家伙竟卡在栏杆中，那小眼神好像在跟奶妈求救。二老婆萌萌育有一子两女，萌兰、萌宝、萌玉。西直门三太子萌兰凭借越狱一战成名，登上央视，从此成了熊猫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平日里拆家饭二养小鸟，翻墙越狱挖地堡，要凭一己之力把北方盖上市，绝对是熊猫界的智商担当。三老婆思源玉有2个儿子，思念、思云云。思念就是那个为骗盆盆奶哥，模仿待产母熊的公熊，还被奶妈写进简介里公开批评。四老婆辛雅玉有1子1女，星光星辰。五老婆季丽玉有1子2女，季美、季兰、季晓。季晓出生就自带灰色皮肤，被网友嘲笑妈妈生她的时候没墨。奶妈说她灰，还和奶妈吵架。明明有点灰，但是没灰那么凶。你咋子你？没碰你哈。你这。六老婆成功育有2子2女，和风和雨和花和叶。花叶姐弟如今已成饼了，姐弟俩日常的相爱相杀，圈粉无数。有危险的时候，弟弟会第一时间保护姐姐；可没有危险的时候，弟弟就是最大的危险。七老婆程大玉有1子3女，大美、程兰、程风、程浪。程浪出生时仅有42.8克，因此被称为熊猫界的拇指姑娘，是全球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因体型过小，只能人工喂食，在奶爸奶妈们的努力下，小家伙也健康的长大。不得不说，美兰家从不养闲熊，个个都凭本事出圈。她自己小时候就翻过墙头找公仔打架，结果被无情吊打，所以她的孩子也都遗传了她丈母渣的特点。而美兰的基因如此强大，子女众多，这也导致孩子们找对象太难，毕竟一眼望去都是亲戚。委屈我们三太子8岁了还在天天阳光开朗大男孩。他是最坚强的大熊猫，出生时被妈妈不慎咬伤，导致左前掌截肢。发觉自己和其他熊猫不同后，躺在地上默默哭泣。他就是熊猫界的杨过北霞。北霞的妈妈是大名鼎鼎的基地之花北川女士，而北川是2010年从野外救助回来的野生大熊猫，所以北霞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野二代。但由于北川妈妈没有带娃的经验，用嘴叼北霞的时候不慎将宝宝咬伤，导致北霞左边半只胳膊被迫截肢。所以北霞从小就和其他小伙伴不同，别的熊很早就学会爬树技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北霞爬起来却无比困难，但她从未放弃过练习，甚至因为爱打架成为基地的小霸王，经常揍得天线宝宝交易落荒而逃。即使在不占优势的木架上，北霞也硬生生将交易咬了下来。闹闹跟北霞在木架上抢座位，北霞一把就将闹闹推了下去。然而北霞也有一项致命的软肋，就是太宠自己的2个妹妹了。妹妹福如睡觉时，北霞会化身小暖男，安静地陪在福如身边，还会抱着福如妹妹要贴贴，被妹妹推开了也不生气。如果有熊欺负妹妹，北霞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交易当着北霞的面想要推倒福如，宠妹狂魔当然不乐意，立马用力地推开交易，就算自己被推倒，也会站起来继续保护妹妹，不让任何熊伤害妹妹。而北霞的另一个妹妹福婉也是被她宠上了天，由于福婉天生后肢瘫痪，只能用前爪爬行。北霞每天陪着妹妹，虽然自己的左手不方便，但北霞还是会教福婉妹妹爬树。在婉儿被游客恶意泼水后，发姑奶爸把福婉抱起来安慰，这时候北霞也过来了，和奶爸一起安慰着妹妹。或许是因为身体上的不完美，让2个小家伙更懂得互相帮助和依赖，北霞才会如此照顾婉儿。这就是被天使咬过一口的2个孩子间的双向救赎吧。这绝对是熊猫界最霸气的掰主。看大熊猫萌2掰主，隔着屏幕都有一种杀气，怪不得网友都说他脸上的皱纹都是因为掰竹子产生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用脸使劲。而熊猫常见的掰竹子方式，有用脑壳劈的，还有用鼻子劈的。萌2这种用脸掰的还是头一次见，因为用鼻子容易划伤俊脸，所以不少大熊猫就放弃了这一方法，于是专攻铁头功。就连顶流女明星花花也钟爱于头劈竹子。不过别的熊主打一个干脆利落，花花主打的是可可爱爱。然而女明星不仅吃竹子方法一流，就连吃竹笋也是有讲究的。这天花花拿起一根笋开始剥皮，去掉不新鲜的地方，再去掉笋头和中间部分，最后只剩笋尖的部分才配我们女明星享用。一根笋只吃了4口就丢到一旁，堪称迪拜式吃法，得亏是国宝，要不然哪个大户人家养得起啊？而旅居韩国的福宝吃笋，主打就是一个母慈子孝，因为福宝不爱吃笋，剥了皮就丢在地上，江爷爷就拿过来给爱宝吃，没想到爱宝吃得津津有味。그렇게 맛있어? 아니 근데 이 맛있는 걸 푸바오가 왜 안 먹고 까놓고 갔을까? 자, 엄마에게 푸바오가 효도를 한 걸로 생각하겠습니다. 푸바오가 맛있는 죽순을 깨끗이 손질을 해서。福宝虽然不爱吃笋，却非常喜欢吃竹子自助餐，这一点和爸爸乐宝简直一模一样。江爷爷辛辛苦苦栽的观赏竹，乐宝毫不犹豫就给掰断了。那么长的一根竹子，他也能打包带走到木架上吃得津津有味。江爷爷精心给他准备的竹子，他闻都不闻，就要吃自己掰的。不得不说，这爱吃自助餐的毛病属实有点费爷爷啊。而我们西直门三太子萌兰吃笋，首先品种就比别的熊高级，奶爸上的都是和萌兰一样高的加特林大竹笋。
萌兰坐在秋千上炫损的样子，把一众游客都看饿了，而且没有我们萌儿吃不着的小零食。奶爸总把窝头藏在丰容玩具里，萌兰要靠自己把窝头拿出来才行。这时候就能体现我们三太子的另一大优点，那就是情绪稳定，无论有多难转多久，我们萌儿有的是耐心。看的游客都着急了，可萌兰就是不急不躁。终于转出来后，萌兰边吃还边扭过头看看奶爸，仿佛在说就没什么能难倒本太子的。萌兰真不愧是那么多人的心上熊，这情绪稳定的样子，连两脚兽都自愧不如啊！福宝的隔离日记终于更新了。乖巧小福和新奶爸亲密互动的这一幕，让无数猫粉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回想小家伙4月3日晚抵达神树坪当天，对陌生环境还有些警惕，可第二天适应能力强到可怕的福宝，就可以抱着竹子大快朵颐。毕竟这可是奶爸刚刚采摘的新鲜嫩竹。等到第3天，小福还实现胡萝卜自由，只可惜基地的窝窝头不太合公主的胃口，于是饲养员为小家伙多多准备的果蔬拼盘，并且还都贴心切成了小块。福宝刚吃上一口就开心的仰头，这可是小家伙旅居国外期间从未尝到的美味。小福还总喜欢坐在竹子堆里干饭，宝贝回家后什么事都不用愁，只需要忙着干饭，仿佛一刻也停不下来。本以为福宝回国后只是拥有数不尽的美味，哪曾想他的情绪价值拉满。曾文奶爸像江爷爷那般宠溺孩子，给对方采血做检查时一直是温柔的轻轻安抚。他递给福宝竹笋尖尖的时候，还忍不住顺手摸一下小家伙的鼻头。福猪猪看起从容淡定，也很配合奶爸的检查，小眼神还直勾勾地盯着对方看，像是在说亲爱的奶爸再给本熊一块竹笋。自从福宝回国那日起，就牵动着无数姨姨的心，生怕他不适应国内生活过得不好，因此有不少两脚兽盯着曾文奶爸看，就连小家伙的随便一个举动都能掀起一番波浪。要知道宝贝到家的第一天就躲到竹子丛，明明是一向调皮爱玩的小福和奶爸玩起捉迷藏，姨姨们看到后却担心孩子害怕，可曾文奶爸一直在旁边和福宝互动，一看就是父女俩尝试着主动亲近对方。然而福猪猪吃到这些新奇的美食后，经常闲来无事翻个跟头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又被误以为福宝想爷爷了。其实网友们也只是在担心宝贝刻板，并无恶意。之后中心又透露福宝将要进行半野化，粉丝们害怕从小被圈养被野熊欺负，但这一模式只是仿造野外的环境。小家伙拥有大场地后，能在院子里自由自在的翻滚，没有饲养员约束的他还实现上下班自由，再也不用像以前那般坐在门口等饲养员开门了。相信勇敢小福会在曾文奶爸和粉丝的守护下走上熊生巅峰。看到奶妈下意识躲避小乌拉，才发现莫洞为锻炼熊猫的野性有多用心。自从乌拉大王正式营业后，满脑子全是越狱。这天他竟趁着饲养员不注意顶开不锈钢铁盆，只可惜小家伙体格太大没钻过去。无奈之下，喀秋莎只好摆弄着尾巴，试图让对方成为自己越狱之路上的垫脚石。一番操作无果后，他便奔向一旁的奶妈，本想通过撒娇的方式请求帮助，哪曾想对方吓得用竹叶护体，甚至还关门逃跑。估计此刻还在卖萌的小乌拉也得寻思，什么眼光啊，是本熊不够可爱吗？这天大鹅奶爸拿着水管来打扫卫生，尽管小乌拉紧紧盯着饲养员，看起来很是好奇，对依旧克制着撸猫举动，只是忙完自己的事情就匆匆离开。要知道奶爸以前看宝贝的眼神可是满满的爱意。其实饲养员们何尝不想弱一下喀秋莎，毕竟他们的喜欢早就溢出屏幕，只是碍于莫洞馆长不能摸熊猫的规定，就算是小家伙主动求摸奶爸，奶妈也不能伸手。只见喀秋莎冲过来抱饲养员大腿，奶爸心里高兴到飞起，却还是要用扫把慌忙拦住对方的贴贴。这是因为园方并不打算让小乌拉亲人，而是遵循熊猫的自然法则，尽量保持和孩子的距离，培养对方的野性。要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培养的。丁丁直到现在还是个暴脾气，主打一个高兴就营业，不高兴就回家睡觉，吃到不合胃口的竹笋也要摆脸色，体验时间都是根据他的心情来。可以看出宝贝一点没表现出对饲养员的依赖。不过乌拉大王的老爹如意却是个赖皮熊，他经常坐在窗边等奶爸贴贴。饲养员虽然偶尔帮这小子按摩，但绝不会主动亲近。正因如此，丁丁和如意的野性才会这么强，俩熊的战斗力绝不比野熊差。然而小乌拉目前也没表现出过于亲人的反应，反倒是他的运动天赋极强，即便自己刚出外场还没多长时间，爬树营业和越狱就已经样样精通。看来莫洞的培养方式真的对熊猫百利而无一害。他们深知饲养员和熊猫培养出感情后，等到小乌拉独自一熊回国时，定然会难舍难分。况且他拥有这么优越的野性血统，若只是养成依赖饲养员的性子，实在是太过浪费。事实证明，莫洞很尊重大熊猫的意愿，这何尝不是为了小乌拉的往后熊生着想呢？花花到底有多信任最爱的谭爷爷？哪怕没有小苹果，也会跟对方乖乖回家。这天谭爷爷来接大孙女下班，由于爷孙俩不能再近身接触，于是老谭便没拿小苹果，改成拍拍手呼唤对方。懂事的花花听到声音后立马起身，哪怕没有零食也乖乖跟着爷爷回家。自从爷孙俩的互动减少，聪明的花花也察觉到谭爷爷的疏远，可他心中仍保留着对他的深深依赖。最近谭爷爷在远处喊大孙女时，花花听到熟悉的声音后赶忙下木架找对方。要知道宝贝以前可没有这么听话，或许他也想离爷爷再近一些。
花花很爱干净，平日里碰到荷叶的青团都会嫌弃万分，可她最近几天却经常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但花花只是为了谭爷爷能给自己抹脸，因为小家伙在第二天永远是白白净净的。然而花花之所以这么喜欢谭爷爷，还是因为对方真的把她当成亲孙女来宠。前几天谭爷爷休假没来上班，回家后第一时间给宝贝安排上精致的果盘。花花看到爷爷准备的惊喜后，就连干饭的时候都忍不住嘴角上扬。都知道花花一向是迪拜式吃笋，谭爷爷看到宝贝孙女浪费食物的行为后，便教着小家伙一点一点慢慢吃。此时的他像极了叮嘱孙女好好吃饭的爷爷。然而懂事乖巧的花花也不负众望，如今的他每次吃笋都很节约。谭爷爷一想到孙女进步，都是满满的骄傲。像我们教他的东西哈，只要他记住了，以后都很难得搞啊。在花花还没成年前，那时爷孙俩还能亲密接触。谭爷爷拿着果果给孙女投喂时，却发现小家伙躺在山洞里睡午觉，结果他直接投喂到对方嘴边。还在呼呼大睡的花宝鸡被爷爷的宠爱唤醒。谭爷爷深知孙女的运动天赋落后其他小熊，因此难免被小伙伴们抢竹笋，所以他特意给花花开设体育课。只可惜小家伙喜欢偷懒，没一会就抱着木桩休息。看着摆烂的孙女，老谭打不得骂不得，只好拿出小苹果安抚着孩子。每当谭爷爷加餐时，韭菜花叶迅速出动，艾灸和润月早就跑到爷爷身边，可花花在后面紧赶慢赶，最后索性往地上一坐。老谭看到后，不顾这群嗷嗷待哺的小熊，也要走过去亲手送到花花嘴边。谭爷爷宠孩子简直是不顾其他小熊饲虎的，难怪花花成年后也会这么依赖他。福宝越狱吃自助餐遭宋爷爷打屁股，三太子萌兰的事业终于后继有人了。这天福宝本来坐在小木床上吃着爷爷准备的竹子，可闻了闻好像并不满意，于是想起了前2天自己看中的观赏竹，打算再吃一次自助餐。接着福宝就跑到围栏前，凭借优越的后肢力量站起来，在另一边寻找落脚点。一旁的宋爷爷试图沟通，奈何福宝不为所动，依旧想着如何爬过去吃自助餐，接着就抬起罪恶的小脚试图翻过去。此时他还不忘看看宋爷爷的眼色，知道爷爷不让，但他丝毫不怕。宋爷爷只好用包好的竹笋引诱福宝回来，谁知福宝就是铁了心要吃自己摘的，接着就把另一只脚也抬起来，直接翻了过去。宋爷爷见状立马上前制止，又宠溺又无奈地拍拍福宝的屁股。谁知这熊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头也不回的就钻进了竹林里。宋爷爷不死心的继续协商，想让福宝出来，可福猪心想好不容易能吃上自助餐，我才不走呢。随后宋爷爷又拔了根大笋，打算继续诱惑福宝，谁知福宝考虑的半天选择拒绝，继续在竹林里挑选可口的竹子，最后直接在竹林里坐着吃了起来。宋侍卫无奈打开对讲机开始摇人，毕竟他自己恐怕无法让福宝出来，只能叫人把福宝抬出来。看福宝在里面吃得津津有味，宋爷爷只能无奈地放下竹笋退场。而福宝已经不是第一次偷爷爷栽的竹子，有次想吃爷爷种的嫩竹叶，还会四处张望有没有人。殊不知宋爷爷就在后面偷偷观察他，还在他偷吃的时候拍下了他的犯罪证据。江爷爷知道后并没有责怪福宝的偷吃行为，而是觉得福宝饿了，于是立刻拿来2根竹笋给小家伙吃，还宠溺地摸摸福宝的头。果然福宝明目张胆的越狱都是2位爷爷惯出来的。前几天江爷爷出差回来到园区一看，发现自己种的有机草莓熟了，于是摘下来想给福宝一家尝尝鲜。谁知福宝咬了一小口，好像觉得味道怪怪的，于是一巴掌给拍到了地上。看来福宝不喜欢草莓的味道。后来江爷爷又拿给爱宝尝尝，这次他把苹果和草莓一起喂给爱宝，谁知爱宝还是把草莓吐了出来。江爷爷觉得可能是苹果和草莓放在一起太脏了，于是又把胡萝卜和草莓放在一起喂给爱宝，谁知胡萝卜不小心掉在了外面，爱宝只吃到了草莓，瞬间就把草莓吐了出来。不过没关系，江爷爷又把希望寄托在乐宝身上。然而乐宝不愧是挑食熊，只舔了一口草莓就嫌弃的推开。看来宝家3口都不喜欢吃草莓，最后江爷爷只好自己吃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家3口真是被宠成了宝。顶着高温卖力营业叼竹子给粉丝吃，熊猫圈男顶流三太子萌兰究竟有多宠粉？这天北京的气温高达30多度，动物园的其他熊猫都躲进空调房里避暑，而萌兰为了不让游客失望，依旧顶着高温卖力营业。他一会儿爬上树表演倒挂金钩，一会儿又秀起了一字马，把一众粉丝看得十分心疼，让他赶紧回去休息。要知道熊猫和人不一样，他们都穿着一身厚实的皮草大衣，十分怕热。夏天的时候极易中暑生病，因此这时候饲养员一般都会让熊猫在室内休息。萌兰的院子又很晒，他还凭实力给自己挣了一屋子烫屁股玩具，所以夏天在室外营业是非常辛苦的。而萌兰作为顶流男明星，上下班时间更是全权由自己决定。奶爸一整天都会开着小门让他自由出入，但萌兰好像知道游客都是来看他，所以即便烈日炎炎也不想让任何一名游客的票单。怪不得萌兰的场馆前总是里3层外3层挤满了。要知道我们萌兰是出了名的宠粉，他会把自己最喜欢吃的竹子投喂给粉丝，然后还会给粉丝来一个亲密的贴图，尽力把所有粉丝都照顾到。不仅对粉丝贴心对待，奶爸奶妈更是如此。当萌兰吃到难吃的窝窝头，不想吃又不想浪费，
三过嘴而不入的样子好纠结，难以下咽到把网友都整笑了。怪不得发姑奶爸说萌儿就是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的小熊。但萌兰这么绝，很难不让其他熊猫怀疑他在北东有股份，要不然干嘛这么拼？其实萌兰从小就是一只偷偷内卷的小熊。刚到北东的时候，萌兰谁都不认识，就一个人默默地在旁边吃竹子。别的小熊在玩的时候他在吃，别的小熊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吃，导致其他小熊早上醒来都没吃的，只能跟着他半夜吃竹子。但现在天气实在太热了，萌兰毕竟穿着皮草大衣，老在室外非常容易中暑。这天他本想出门一夜，谁知刚探了一下头就被室外的高温吓退，犹豫了半天还是选择回室内吹空调。网友辣评对方撤回了一只萌兰，但萌儿真的是只很通人心的小熊，他知道外面的游客都是来看他的，即使赢不了夜，他也会顶着高温出来转一圈，尽力照顾到每一个粉丝。因为天气热，连奶爸给他准备的大竹笋他都没兴趣吃，但他为了让大家多看一会儿，躲到拱桥下乘凉。奶爸看到后心疼不已，过来劝他回去，而萌兰还是待了一会儿，最后实在太热了才跟着奶爸回去。可见萌兰真的在尽心尽力治愈每一个人，但动物毕竟是动物，他们也有累的时候。希望萌兰就算不整活不营业，大家也不要怪他，他已经尽自己所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让我听听你们在说啥，不许说我坏话，再说我就把你耳朵咬个缺缺，就像阿宝那样，我看谁敢。七仔眼睛滴溜溜一转，800个心眼子就溢出来了。这只爱偷听的八卦熊，就是前不久咬掉老丈人阿宝耳朵的妻子，也是当今熊猫圈不好惹的黄毛。因为咬耳朵事件，七仔一夜之间在全网风评骤降，再加上阿宝绘声绘色的跟隔壁熊描述自己受伤的经过，一传十，十传百，七仔差点被小伙伴们孤立。于是他现在一门心思打听到底是谁在传播自己的黑料。作为全球唯一一只被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本身是国宝中的国宝，被发现的时候仅有2个月大，是一只被遗弃的熊猫宝宝。路过的村民发现这只熊猫毛色奇特，立即给救助中心打去了电话。工作人员赶到后发现七仔处于严重脱水状态，或许是因为太久没吃东西，连呼吸都很微弱。于是救助人员马上把七仔带回中心检查，发现七仔不仅严重脱水，体表还有大量寄生虫，必须马上进行救治。兽医首先对幼崽进行小腹按摩，帮助它排出粪便，因为熊猫宝宝一般不会自主排便，都要靠熊猫妈妈舔舐帮助排便。而七仔一看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妈妈的陪伴了，后来在奶爸奶妈们的精心照顾下，七仔的身体逐渐恢复。因为它有着罕见的棕色皮肤，像天外来客一般，所以奶爸奶妈们就用长江7号中外星小怪兽七仔的名字来给它命名。由于从小就跟其他小伙伴长得不一样，七仔少不了被排挤。一群熊猫宝宝排坐喝盆奶时，七仔由于喝得慢，总被其他小伙伴抢食。好在他脾气好，被抢食也不生气不反抗，等其他小伙伴喝完，再拿过自己的空盆舔一舔。长大后还是一副憨憨的样子，因此被粉丝亲切称呼为地主家的傻儿子。只是没想到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七仔，发情期太过激动，竟咬伤了老丈人，让阿宝在熊猫圈的辨识度飙升，都不知道是该感谢他还是恨他。而七仔其实并不是第一只被发现的棕色大熊猫，第一只被发现的棕色大熊猫名叫丹丹，00年因癌症去世，遗体被做成了标本。因为这种毛色的大熊猫实在太稀有了，所以连撒贝宁都忍不住叮嘱道：好好活着，七仔。不过七仔能吃能睡，还能欺负隔壁老丈人，生活质量应该是不用操心了。